2005年6月16日的清晨，一名清洁工在清理新加坡加冷河边的垃圾。就在清理垃圾的瞬间，他发现到了一个红褐色的纸箱。原本想着和另一名同伴一起把这个纸箱搬上垃圾车，却发现纸箱异常的重。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决定打开纸箱，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不看还好一看吓得2名清洁工说不出话来，因为里面的绿色胶带里装着的是被分离的下半身。清洁工随之通知附近的巡逻人员，让他们报警。就是因为这份好奇心，揭开了一起极度残忍的杀人案。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警方在接过投报后，立刻赶到现场，为了方便调查和搜索，他们封锁了附近的区域。然而，在不远处约200公尺之外的河岸，也发现了一个红褐色的纸箱，同样是用这个绿色胶带，不过里面装着的是被分离的上半身，也就是从颈到腰的部分。警方表示，找到了2节身体部分，并没有留下其他伤口和刀痕。凶手的刀法可以说是非常利落，所以切痕都是很平整的。他应该是为了不要留下血迹所以特意清洗干净才放进这个绿色胶带里。当法医尝试把身体部分拼凑起来时，发现少了双脚和头颅，而警方在搜寻1天后也找不到其他遗失的部分。但重点是，被发现的身体并没有出现腐烂状态，所以警方坚信受害者遇害的时间并不长。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血海深仇，让凶手如此残忍地做到这种地步呢？警方直到深夜都表示很不解。由于还没有找到受害者的头颅，根本没有办法确认他的身份。再加上，如果受害者的指纹并没有收录在政府的指纹库，那找到受害者身份的几率就很低了。所以警方竭尽全力，都要在黄金时间内找到他的头颅。终于在警方的努力下，查到一家专门清理和收集新加坡河道垃圾的清洁公司。这家公司是负责将河里的垃圾，包括塑料袋和汁液，捞上小船，送往停泊在红灯码头平底船集中堆放。通过联络，他们表示，在过去3天，从新加坡河打捞上的垃圾已经送往这个班丹路的垃圾公司。这批重3吨的垃圾预定在18日早上送往这个大士南垃圾分化工厂分化。幸好在垃圾还没被焚烧前，警方在垃圾堆里找到了受害者的头颅，一切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受害者的身份终于被确认了，原来她是22岁中国籍女子刘红梅，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工厂当一名操作员，在这里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与亲姐姐同住。随后，警方也对刘红梅身边的人开始展开调查。经过了解，警方发现刘红梅一直和她的上司梁少初保持着很暧昧的关系。同时，在梁少初家调查的时候，发现他家有一款绿色的胶带，跟装着身体部分的胶带是一模一样的。因此，警方判定梁少初是嫌疑最大的人。然而，梁少初本身已经结婚，有着3个孩子。刘红梅是他的助手，并且升职得非常快。本来梁少初和刘红梅的关系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因为有一次刘红梅坐在电脑前工作时，梁少初突然从后拥抱并且亲吻她，这一幕不巧被同事看见了，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承认恋情。说到这里，我们大概也能猜到，这案件应该脱离不了男女之情，而刘红梅则是第3者。梁少初在警方的盘问下，很快就承认了罪行。
他用砍刀和木锤将刘红梅分成了7块，双脚、双腿、下身、上身和头颅分装打包，随即将刘红梅的衣物和双脚扔进各处的垃圾箱，上半身以及下半身就扔进这个河中，而头颅则被扔进河边的垃圾桶。最可怕的是，在他处理完这些恐怖事件后的当天，他还若无其事的上班。同事发现刘红梅没有来上班，觉得很奇怪。作为凶手的梁少初还装作不知情，让同事给刘红梅打电话。而这起案件也于2006年在新加坡高庭开审，但梁少初居然在法庭上撒谎。他说本来是约好和刘红梅殉情，于是他勒死刘红梅，然后他才自杀。但他看着刘红梅的身体，他失去了要自杀的勇气。然而这证词被法官推翻了，因为从各种证据来看，刘红梅并没有自寻短见的意图。但更稀奇的事情来了，梁少初在第2次开庭的时候居然改了口供。他声称因为害怕刘红梅知道他曾盗用了他卡里的2000元新币，所以想要杀人封口。对于这样的理由，你相信吗？反正小南是不相信的，但法官却相信了。这笔钱最终变成了杀人动机。梁少初被判于2007年11月30日进行绞刑。刘红梅的死因，根据网络上的资料流传着很多不同的版本，大多都偏向于情杀。因为刘红梅生前一直想要得到新加坡永久的居民权，但刘红梅知道梁少初是不会因为她而跟自己的妻子离婚，于是在另一位26岁新加坡籍男子的猛烈追求下，最终被他的诚意所感动，因此有了和梁少初分手的念头。小南猜测梁少初可能是因为刘红梅的情变而动了杀机。如果真相如此，这证明了梁少初真的很自私，既不想失去老婆，又不想让刘红梅去追求自己应有的幸福。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在争吵之中一气之下破坏了刘红梅。刘红梅过世的时候，她才22岁。她不但被勒死，还被自己所爱之人残忍的对待。说实在话，真的让我非常痛心。然而，失去的生命无法挽回，唯一庆幸的是，凶手梁少初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每一次的案件，小南都要再三提醒大家，不要让自己陷入这么复杂又危险的感情之中。对小南而言，爱一个人没有错，但爱一个有妇之夫啊，我认为是大错特错的。希望大家都能理智的去爱，并找到一个真正能给自己幸福的人哦。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今天小南有一个重大宣布，那就是小南频道要开启会员功能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让小南的频道达到3万的订阅数了。如果想要继续支持小南说更多精彩的故事给你听，做出更好质量的影片，赶快按下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成为会员吧！不想加入的观众啊，也不用担心，你还是可以看到小南的奇案故事影片，只需要把影片中的广告看个至少30秒啊，对小南来说也是一种支持了。希望男粉们能继续陪伴我成长哦，爱你们！